发现自己总是努力的计算每一口食物的卡路里，但是体重数字还是很不给面子吗？减肥不是吃进去的热量小于消耗的热量就对了吗？到底是我算错了呢，还是热量设置没有用啊？但是有可能我们是忘记了一个关键，你很努力的计算了公式的左边吃进去的，却完全误会了公式的右边消耗掉的。我之前也是有分享过新陈代谢的一些影片，也可以回去看一看哦。今天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享，同时增加多一点点的重点来分享 TDEE 这个东西，可能你就可以知道之前为什么减肥都没有办法成功的这个关键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食品科学营养毕业，目前对营养和健康还很有热忱的素怡。在这里我会分享跟营养、健康、食物、减肥相关或者是我有兴趣的话题，偶尔也会有vlog。我不是专业的营养师，很多内容都是可能以前学过的东西啊，或者是最近看文献的一些新观点、新知识。所以如果有说错的地方，也欢迎大家点醒我和一起讨论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你可能就会想，我为什么需要知道 TDEE 啊？相信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会有遇到瓶颈，而最常你可能会有想过的一些困惑疑惑就会是，明明吃的不多却还是瘦不下来，或者觉得运动已经很勤快啦，但是体重还是卡着不动。原因有很多，但是第一件事可能大家还没有搞懂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 TDEE， 所以吃进去的热量和消耗的热量不平衡。你觉得你吃进去的不多，但是可能是多的，或者是食物的选择不好。说白了就是减脂不是少吃一点这么简单，而是要知道确切到底要少多少，还有少不代表你会需要饿肚子哦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但是今天就先关注 TDEE 就好。假设我和你都是60公斤，身高差不多，我是上班族，每天就在办公室里面对着电脑，很少运动，运动量非常的低。而你是运动爱好者，一周运动至少3天。我和你如果吃一样的食物，你觉得我们谁会胖谁会瘦？显而易见吧，一定是我会比你胖，也有例外哦。但是回来这里，因为我的 TDEE 可能只有1700大卡，但是你的 TDEE 可能会接近2200大卡，所以同样的分量对我而言可能是过量，对你却是刚刚好。同样的，如果对我是刚刚好的话，对你就会是太少了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例外，这个也是要避免的，更详细以后再说。那 TDEE 要怎么算？最快的答案就是网上有很多计算机算 TDEE 的，就自己去找一下吧。我自己用了好几个，计算出来都是差不多1700大卡左右，所以应该是 OK 的。但是计算机它只是一个参考值哦，不代表你的 TDEE 一定是这样，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也是会有影响，这些以后再说。回来 TDEE， 如果你想知道由什么组成，就继续往下看吧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座24小时不停业的精密工厂，这个工厂需要的总电费就会是我们的 TDEE 每日总能量消耗，而这一笔总电费有4个组成。第一个，工厂待机，工厂的待机它就占了60%到70%左右，也叫做基础代谢率 BMR。这个就是在工厂完全停工，它只维持基本的运作，像是保持温度啊、服务器待机、保安系统运作等等所需要的电量，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心跳、呼吸、体温、大脑运作等等这些维持生命基本的能量。很多人以为运动消耗最多，但是其实当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就在那边躺一整天，这个部分消耗才是大老板级别最多的钱、最多的电费。而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最想省的也就会是这一笔开销。所以不要乱不吃、少吃或是吃错，把基础代谢率牺牲了，被裁员啊、节约就不好了。第二个，处理原料。处理原料大概需要占10%，也就是食物产热效应 TEF。
工厂把原料，也就是食物运进来之后，需要人力、机器去拆解、加工、储存，而这一些过程都需要耗电，尤其是处理蛋白质这一类型比较复杂的原料，是要把它分解成氨基酸，然后再去加工储存，所以它的耗电量最高哦。所以要吃足蛋白质，不仅可以帮我们增加肌肉，还可以让我们多付一点点的电费。但是也注意不可以过量了吼。想要知道更深入的食物产热效应的内容，可以看看这支影片，像是什么类型的食物会消耗多一点的热量，什么食物几乎不需要消化，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储存变成脂肪了呢？可以去看看哦。第三个，员工的日常生活，也就是工厂里最大的变动 NEAT， 也叫做非运动活动热效应。非运动活动热效应占了 15% 左右，就是所有非刻意的运动的消耗，比如走路去倒个水啊、打字啊、说话，甚至是在你思考的时候的皱眉，这一些小细节，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对抗省电模式的秘密武器哦。像是你平时如果把停车位停在公司的门口，今天就把车停远一点，你不知不觉又增加了 NEAT。去厕所的时候去远一点点的，如果距离只有1层楼的话，就选择走楼梯不搭电梯等等，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可以帮你增加 NEAT 咯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最后一个就是开工生产的耗电 EAT， 所以就是你刻意去健身房跑步啊、重训，就像我们在工厂里面特地打开了大型的生产线，当然就也会耗电啦。但是你想象一下，这么大的工厂，你只开了1架机器，所以它的耗电量没有你想象的多，只有大概5到10%而已。你辛苦的跑1个小时的热量，可能你一杯大的珍珠奶茶就喝回来了。所以把这4个组合起来，就会是你的 TDEE 啦。知道了自己的 TDEE 后，可以怎么做呢？首先要记得，无论是多么精准的计算机，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客制化精准的 TDEE， 所以计算了这个之后，它只是一个参考数值，还是需要看看你吃进去的卡路里和身体实际的改变，来了解你真正的 TDEE 哦。比如说，你的 TDEE 是前期，你吃进了前期反而增重了，所以有可能你的其中一项不像你预计的这么高，或是可能你的 BMR， 也就是你的基础代谢率可能被你搞坏了，它变低了，而你不知道。那假设今天所有的算术都是精准的话，很简单的，想要减脂就吃比 TDEE 少一点，大概少个300到500大卡，但是记得绝对不可以少过 BMR。大部分女生可能就在1200左右，1200、1300。想要增肌的话，就比 TDEE 多一点点，可能200-300大卡。想要维持体重，就尽量跟 TDEE 一样，但是千万不要走极端路线。我知道很多人很想要快点的看到成果，但是真的慢慢来会比较快，因为太快的话就会造成肌肉流失、代谢下降，反而容易复胖哦。可以的话要记得加入重训，真的很重要。其他这些内容可能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所以现在要做的行动有3个。第一个，尊重你的待机耗电 BMR， 绝对不能吃少过它。第二个，最大化你的日常耗电，员工日常耗电 NEAT，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些例子。第三个，投资在你的工厂规模，也就是你的肌肉量，不要再只是做有氧运动而已哦，重训真的很重要。所以减肥真的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游戏而已，与其我们只是专注在吃了多少卡路里，我们也要记得关心一下，怎么样可以让身体愿意持续的高效的帮助我们消耗卡路里。TDEE 它像一个导航，你先了解了，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方向，你可以更加了解你的方向哦。所以要做好刚才提到的那3件事，也可以让我们的减脂、增肌或者是生活更加健康哦。那接下来的几支影片都会围绕在这一类型的主题上，也包括
刚才提到一些迷思啊，还有为什么我们会瘦不下来的原因。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，还有请帮我订阅频道和打开小铃铛，也避免错过咯。我是素怡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按这里，谢谢。